这许多间店铺仓储，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。等不到明日了。提取方在哪？那边。带路。走。原来是老相识啊！尔等竟敢趁夜进来博弈物，无月不是中原，若不得尔等匹夫，肆意妄为。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，尔等谁敢无礼？欧阳宽和王翦到了，请他们二人进来。传九郎君君命，请欧阳明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。二位贵官，九郎君在内候着二位。九郎君，这什么意思？欧阳宽，你这是与我说话呢？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，见过司空。跪下。本官是吴越的知州，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。司空是国家宗子，何以无故折辱大臣？郎君，他毕竟是亡命奉主的封将之臣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若如实回答，今夜或可免你一死。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？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。那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崔继义，下官在。那就去山岳社专处去看一看。诺。拉开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弄了这许多粮食，便是撑破肚皮，你自家也吃不下吧？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。这吴越国中，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，确实也不多。温州博弈物里，这样的买家，就只有一家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，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？
司空，下官交代，下官交代，下官都交代。没机会了，拖出去，行军法，斩！司空，下官都交代。司空，本官是司空，你不能杀了本官，司空。自永德将入青田西，经西溪、漂西、长溪，在宁德登岸装车，直送军前，务必在本月初9日前拿到提举公事司神官沟的会旨。若误了日子，郎君军法森严，仔细你的脑袋。是。郎君，不只有78000斛官粮，在山岳社的战仓里，还堆放着4个县米行收来的私粮，约有121236斛，够整个东南行营4万大军吃上半年有余。将士们是够吃了，可这里的人呢？没了这20万斛粮米，王兄又靠什么去料理台州的烂摊子？事情总要一桩一桩的去做，千头万绪，总要有个轻重缓急。是，总还是要做事的。我这便以东南行营关军容使的名义出个札子，由子谦兄全提点温州军府公事。今日你便接管温州州署。郎君，下官不过是县里学官的底子，一州之政繁难从错，恐非下官所能胜任啊。其一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这个关军容使，无权越过相府和行营任用州官。待得与王都通了道路信息，他们自然会选新的知州过来。其二，如今前方在交战，温州乃是6州都转运司所在啊，不能没有总揽州政之人。其三，本地的官我信不过，我信得过的，王兄和相府信得过的，皆不在此处。相较之下，我宁愿信你。有2件事，你要牢记。第一，我不管你爱不爱钱，都不许于此时此处伸手。第二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或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法子，温州4县之内，绝不许饿死一人。否则，我能砍掉一个知州的脑袋，你的脑袋，我想砍就能砍。下官定不负郎君所托。不请王命，擅杀知州，这九郎的胆子何时变得如此大了？事急从权罢了。不杀欧阳宽，何以震慑温州上下官吏僚族啊？倘若这些人在背后弄鬼作妖，行营这3、4万大军，不用接战，就已经军心浮动了，那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。等打完了仗，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们善后。眼下这情形，福州城内外这根弦，怕是绷得差不多了。军师已足，迟则生变，当战则战。御史台的。
各州县受灾的情形不一，臣与正臣相公粗粗筹算了一番，来年至少有21个县要捐免钱粮，加上今岁兴大兵之耗费，明年的预算从账面上怕是不大好看。九郎君自永嘉盐场给相府来了2封书信，请留粮米5万斛，以解温州诸县粮荒。臣与明远商议了一番，算上先前6州都转运司运往东南行营的粮草，军中已有将近1岁之粮，军食充盈。九郎君之请，可以允之。都是参合九郎跋扈、专权擅杀的，议吧。其实时机紧急，东南行营大军断粮在即，九南军夺知州之权，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。事关军务，还是得听一听养公和水秋公的说法。只是欧阳宽毕竟是大王亲授的一番治民官，便是东南行营的2位帅臣，不请王教，亦不得加以行诛。九南军此举，确有擅权之嫌了。那是一州知州啊，不请教命，不经司法，说杀便杀。就是老王开国以来，何曾有过如此恣意跋扈的王子啊？如今不是有一个了？儿子，我是想不通，九郎君自幼便有顽劣之名，荒唐胡闹有份，从来与朝堂政事无干。此番从征，挂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名分，也不过是想借助他的宗室之身，往日后遥领外郡有个名义上的凭借，何尝有让他恣意逞张、拳打脚踢的意思？他再如此妄为无度，落在中书相公的眼里，无非是跋扈2字罢了。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里，却是天大的忌讳。这种明白浅显的道理，这位九郎难道他不懂吗？你懂吗？啊？你懂道理吗？你说的那些道理，都是死一人的道理，顶多也就是灭一家的道理。这是打仗，傻儿子，不是死一人一家，灭一门一族，死万人灭百族，亡一国的买卖。这是打仗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。连日大雨，河道水患，粮秣断绝，数万大军孤悬敌境，随时有覆灭之危。要凑出20万斛粮食运抵军前，地方官不准提调，千言掣肘。
哪有那许多时间慢吞吞打笔墨官司？军国大事当前，万事皆得从权。国公也是老军务了，这样的道理，难道不懂？吴正臣，老夫何尝说过九南军不该权宜？老夫要说的是，他不该擅自杀人呐。那往后帅臣们一个个有样学样，每逢出征便杀几个蜘蛛县令来祭旗，那这天下还要法度何用？再有，大王，以都转运司纪一文字掌益州之政，臣亦以为不妥。数县的钱粮刑狱、官吏咸鱼、民生政务，岂是一个小小的纪一文字所能为之？朝廷用人，任官有法度，有成立，还有故事，岂得任意胡为啊？明远以为呢？欧阳宽之事，东南行营也好，九郎军也罢，尚无详实禀奏，其中内情尚不明白。臣此刻胸中亦无评断。不过国公方才有一句话，说的却是对的：知州之任，非借机宜堪以承当。大军征战可以权宜，然则朝廷用人任官。温州乃6州专营司所在，干系东南行营良资供给，如何权宜不得？郑成功，九郎军任机宜为知州，乃是因大禹城在道路不通，与中书音讯隔绝之故，虽然不妥当，却是非常之时的不得已之为。如今雨停了，粮道也通了，人事全选，还是要依法度，守成立，循故事。大王，此事绝非寻常权政。如今大战方寒，大军粮秣调转，事务繁剧，全在九郎一人肩上。若是罢了崔某的知州，就等于当众打了九郎军的脸面。臣恐温州上下官佐闻知此事，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，会更加蛮汉欺上，阳奉阴违。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良资，是要出大事的。明远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？郑成功所言极是，故臣以为，当明法教民，罢崔某，全体点温州军府使差遣，擢为临海令，仍留任都转运司，记忆文字。待战事终了，再赴台州履任。此外，善则守臣，全知温州，兼领6州都转运司副使之职。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，话都要提前说明白。温州此事最大的政务，便是军务。温州与东南行营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。诸公所言，皆是正理，都是谋国之言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谢大王，臣奉教。8品升7品，恭喜子谦了。临海市富国县，不是7品，是6品。哦，全赖郎君提拔，人纪当竭力报效。
那更要恭喜了。只是眼下，你还走不得。下官自然行得。长乐府那边战事方酣，转运司这里事务纷繁，千头万绪。崔某纵是再不成人，也不能于此时弃郎君而去。说来惭愧，下官读了这些年圣贤书，临到办事才知道，伐国不语谋书生。在郎君幕府这些日子里，于治政用事实在不及沈兄于万一，却侥幸得了这样一个大便宜，越过了沈兄去。人既心里有些不安啊。倒也不必不安。沈兄是国士，他不在意这些。谢郎君。